什么是冻顶翠玉茶？8个关于这款台湾茶的常见问题。我们团队最近凑巧在网络上发现一个新茶名词，冻顶翠玉茶是连在一起的哦。不过点进去看这新茶名词，主要是在介绍翠玉茶。那又为什么要把冻顶和翠玉连在一起呢？我们团队不得而知。但想要聊聊这个新茶名词，是因为大约可以理解的是，他要把冻顶山说成一个名词，再介绍翠玉这个茶树名字，得出来答案是在南投的冻顶山上种的翠玉茶树所做出来的茶。那我们来拆解名词，聊聊冻顶山和翠玉茶。首先，冻顶山在哪里呢？它位于南投县的鹿谷乡，海拔大约700到1000多公尺，属于中海拔山区。这里的气候凉爽，四季云雾缭绕，山上那茶园看起来就像是一层层的绿色波浪。站在山腰往下看，整个鹿谷乡就像铺开了地毯，阳光照在茶园上，绿得发亮。来这里真的会感觉自己像走进了台湾的天然氧吧。那么来冻顶山能做什么呢？当然爬山是少不了的。冻顶山的步道并不陡峭，很适合小旅行，边走边可以闻到清新植物香，像是大自然的香氛 SPA。 走着走着，你还能碰到茶农们在忙着收茶呢，一边摘着新鲜的茶叶，一边哼着英文歌、菲律宾歌、泰国歌、印尼歌，还能听听各种语文交杂的讨论。这绝对是都市里体验不到的风情。另外，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云雾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，阳光穿透云层的时候，那画面简直像一张明信片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些云雾可是乌龙茶的秘制香料，山雾中带着丰富的水分，滋养着每一片茶叶，所以冻顶山上的乌龙才会有那么清新甘醇的风味。来到冻顶山，一定要等一场山中夕阳，小喝着茶，等着夕阳慢慢掉进山后，那片茶园染上一层橙红色的霞光，还伴着轻轻的微风吹过茶树叶子。这种恬静的感觉，这画面美得像电影。冻顶山那么美，但冻顶2字也是指一种制成茶的制作过程。走在台湾人第一次接触茶，就是在冻顶山。当时的制茶人们皆采摘较成熟叶子，让茶茎搅拌多次不会受伤，又让茶茎们放在室内做萎凋久一点，使得茶茎有绿叶香红边外观。因此这样的做法也被称为一种制成冻顶。早在民国70年前的茶都是冻顶味，却有部分的人不喜欢这种茶味，每每闻到冻顶那种得味得就抗拒。但喜欢的人或是有长辈在喝茶的，即会认定茶就是该有冻顶味。后来高山乌龙茶问世，台湾人的口味慢慢转变成喜欢淡淡的像绿茶般清新的高山茶。所以说冻顶是指地名冻顶山，也是指一种乌龙茶的制成冻顶。台湾的茶树有很多品种，像是土生土长的四季春，又或是从日治时期就培育出来的4种茶树：清新乌龙、清新大猛、大叶乌龙、隐之红心。
接着民国57年，台湾正式成立茶改厂，至今已研发20多种的新茶树，而翠玉就是被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茶树，台湾茶界的新星。他的父母可是台湾茶界的巨星，台农80号和印支红杏的混血儿。翠玉集中了爸妈的优点，印支红杏的甘醇，还有台农80号的高产量。所以翠玉不仅茶香浓郁，还特别能适应台湾的山地气候，就像那种不怕风吹雨打的小强一样，不管是台湾南部的微热，还是中部的山雾，都能 hold 住。这么厉害的特性，也难怪翠玉在台湾被越来越多茶农种植。茶农们还说，这种茶树的产量很稳定，几乎没啥脾气，农忙季节靠它产茶稳赚。了解了冻顶翠茶拆解后的名词，两者结合起来后，来解答大家最常问的8个冻顶翠茶问题。准备好了吗？ Let's go！ 问题1，冻顶翠茶是什么？种在冻顶山的翠玉品种茶树。问题2，冻顶翠茶是怎么制作出来的？它是运用乌龙的制茶手法，经过半发酵、晒精，再加上特有的揉捻手法，这样揉出来的茶叶有着清爽的香气，茶汤金黄透亮，光看就让人流口水了。问题3，冻顶翠茶的味道如何？有点像绿茶的清爽，还会有种强烈的野香花味，像是青苹果遇上兰花香。问题4，冻顶翠茶有什么功效？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，对身体有益，它能帮助消化，饭后喝特别舒服。再来，它也可以提神，不过不像咖啡那么强烈。问题5，这茶贵不贵？一包150公克，约台币400到600元不等。问题6，冻顶翠玉茶和一般的绿茶有什么不同？冻顶翠玉茶是一种半发酵茶，所以它完全不是绿茶。一般绿茶以清香为主，而冻顶翠茶则是厚实花香，喝起来比较浓烈，更有层次感，让口腔非常丰富。问题7，怎么泡冻顶翠茶才好喝？翠茶的黄金水温大概是85度左右，水太烫容易把茶叶的香气烫泡，反而会让茶汤变苦。茶量控制在每100毫升水用1克茶叶，焖泡大约30秒到1分钟就好，这样的翠玉茶喝起来最为完美。问题8，冻顶翠茶有什么适合的喝茶场合？这款茶非常百搭，无论是下午茶、读书时间，还是朋友聚会，都适合泡上一壶。它带有丰富的花香，让人喝下仿佛沉溺大自然。若要说特别的场合，那就是下班后的那一刻。一天的忙碌后，喝上这么一杯，瞬间放松，超棒。好了，这就是关于冻顶翠茶的8个常见问题。大家现在是不是对这款茶有更深的了解了呢？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大家一起来爱上这款美味的台湾茶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